富人离岸信托彻底破灭了，对啥钱到海外也逃不过交税。最近离岸信托迎来了大翻车，新规落地之后，过去那套钱不回国就不用交税的玩法可能彻底行不通了。以后只要把资产装进海外信托，不只是把钱拿出来的时候要算税，连刚放进去放在里面产生收益，甚至最后清算退出都可能面临20%的税款。也就是说，钱就算绕到海外套上信托，再换一层身份，最后也可能被一层层穿透回来。很多富人原本以为做了资产隔离，甚至连身份都换了，就能把钱和监管隔开，可现在离岸信托反而成了被重点盯上的对象。今天咱们就来掰一掰3大问题：离岸信托为什么不再是避税天堂？钱明明已经放到海外，税务到底是怎么追过去的？以及最关键的，当信息交换越来越严密，富人这套旧玩法还能不能继续玩下去？就是中国的富豪早料定早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全都是离岸信托，也就意味着他的钱早已经离境了，他的股权、他的钱全部是海外资产，他做错了，杀人放火得来的黑的灰的你都拿不回来，追不了。我们国家没有离境税，对中国人民、对社会多么的不负责任。是否他们完税了我们不知道，是否这里边包含了他离岸信托的资产里边很多可能是他从银行借的钱，也有可能是别人的财产。之所以2012年到2018年能有3万亿美元离开中国走，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再也不能维持高速增长了，因为体量太大了。这是什么逻辑？我不能讲粗口，不能爆粗口。我们的经济下来是因为资本积累率下来了，我们的资本积累率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都维持在10以上啊。其中大跃进的时候我们的资本积累率是40啊。我们基本上是不吃不喝搞建设，资本积累率高必然是高增长。现在到了12年的时候，我们资本积累率狂降啊，趋近于0，到了18年甚至是资本积累率是负值了，它怎能不是保8保6呢？如果资本积累率继续狂降，我们还放任资本大规模外逃，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是保8保6保5保4，不是这个问题。没有资本投入，没有投资增长，经济增长动力何在呢？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资本的3个流动，一个是资本在迅速的由产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第二个是北方向南方，第三个是国内的高端人士向国外走。以前通过买足球队，通过买海外资产，通过香港这样的洗脚盆洗脚，后来主要是通过比特币，最近呢比较麻烦的是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不要认为一带一路这个计划里边每一笔钱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干净的，其中有好多的资本是借这个东西出了海。我们当然要鼓励开放，要允许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私营机构到海外进行投资，我们要允许。但是我们应该在建立税政结构之后才大开国门。举例，直接税主要的遗产税我们没有。我说过了，10个亿起征遗产税行不行？要有啊，没有。有些人非要把它变成人头税，就是有1块钱遗产也要交税，疯了。所有针对资产的增税都是累进的，有起点的。那么遗产1个亿以上征遗产税好吗？或者是你觉得1个亿不行，我们太有钱，10个亿可以起征了吧？100个亿以上征1半行不？你不能没有，你可以高，你可以少征，你不能没有。赠与税，这个赖小民那么多女人，那么多女人的钱是赠与的吗？那个赠与税里边有很大的问题的。遗产和赠与这2个税能不能画一个底线呢？比如说遗产税10个亿征，赠与税能不能1个亿征呢？就是我给一个女人1个亿买2套房子，可不可以征点税呢？现在不让征，不许讨论这是不是确实有趣。第3个是离境税，离境税是所有文明国家都有的，就是你资本如果要是出境，你要声明它是干什么，旅游、读书还是投资。海外投资必须留下一部分钱，因为你这是在中国大陆赚的钱，我现在决定去巴西投一个工厂，或者是买一个住宅，或者是投一个什么东西，医院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在离境之前你要把这个税补了。离境税对他个人是个保护，就是你在国内是合法收入，
中国差不多是全世界唯一没有离境税的国家。我们离境不征税，我们外汇管制，但我们离境不收你的税。所以前2天闹出笑话，某富豪在美国抠女被捉到，回来可能他那个漂亮的老婆跟他离婚，他账上只有6块钱，太牛了！因为全部做了离岸信托，就是中国的富豪早料定早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全都是离岸信托，也就意味着他的钱早已经离境了，他的股权，他的钱全部是海外资产，他做错了，杀人放火得来的黑的灰的你都拿不回来，追不了的。我们国家没有离境税，对中国人民对社会多么的不负责任。是否他们完税了我们不知道，是否这里边包含了他离岸信托的资产里边很多可能是他从银行借的钱，也有可能是别人的财产。直接税的第3个部分是房产税。房产税我一直在说1000平米起征行不行，就是100平米。那天文老师说好不容易一辈子就是一个北京房子大一点，我说你不要理解它是人头税，所有的资产类税都有起点，就是免征额，70%以上的是免征的吗？即便是30%征税也是8级累进的吗？我们这个免征额房产可以放到1000平米以上征吗？但你不能没有啊。它对住10平米的人和住1万平米这2个人公平吗？因为我们现在在征10平米的人的跟房产相关的税，而我们不征那个1万平米的，这是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干这件事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做一件事儿。德国5年就收你一遍，当然德国的起征点高，德国人会买500平米的房子吗？不会，5年一次，5年房子就交给政府了。美国是12年，时间长一点，但都得要征的嘛。美国的税5种，英国是7种，中央也收，地方也收。针对资产的课税，形成财富的不间断的水平转移，形成共享，恰恰是马克思准备写《资本论》第3卷最核心的内容。马克思本意不同意共产，虽然他写了《共产党宣言》，我读马克思晚年的书信，我知道他有多痛苦。他认为在特定的时间是无法共产的，但是可以做到共享。社会主义不是共产，而是共享。公有不是共有，更不是形成官僚垄断。其实在《资本论》的第3卷和第4卷的讨论上面，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我们今天发生的金融现象，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制度、对理论的理解和制度设计上出了问题。好了，我们把那些就是要讲起来就更复杂了，大家下来可以查查，我有本书《八次危机》，把这个过程讲得很清楚。对在座的各位学生，要知道这本书来之不易，是花了30万，满世界收集资料，当年是不能出的。7月24日绝对是咱们财富管理史上能载入史册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一份重磅文件，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以及配套的税总15号公告。这2份文件可不是随便走个过场，他们首次把离岸信托从设立、存续到清算的从头到尾全生命周期全部拉进了咱们的个税管辖范围里。不仅如此，就在同一天，最高法、最高检也同步发布了关于内幕交易的新司法解释。同一天，一手封堵离岸信托这个特定圈层专属的避税后门，一手收紧内幕交易，精准打击资本在敏感期违规捞钱的通道。这背后的核心信号其实就2个字：公平。过去咱们拿工资，那是钱发到手之前，税就扣得明明白白。而有些富人呢，几千亿的资产放在海外账户里滚雪球，靠着复杂的海外架构设计，可能1分钱税都不用交。现在国家的意思非常明确，不管你是谁，不管你的钱绕了地球几圈，只要你是中国税收居民，该交的税1分都不能少。这不仅是在规范税务，更是在引导大资金往高股息龙头、硬科技、公募权益这些真正干实事的地方流，让资本承担起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业内也预计，这次新规落地后，历史税款的补缴规模可能会达到数百亿级别。其实大家把视线放宽一点，这已经是个不可逆的全球大趋势。比如英国，他们那个实行了上百年的非原居地免税制度，过去是多少超级富豪把伦敦当避税天堂的理由，结果前阵子也被英国政府给正式废除了。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联合收网，富人们想靠着海外账户藏钱的时代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以前很多人跟我聊，把钱装进离岸信托，钱还是自己的，只要我不拿出来花，怎么会产生交税的义务呢？这种不分不税的行规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很多财富机构吹成了神话，但这次的新规直接把这个神话砸得粉碎。咱们来算笔账，看看现在全链条覆盖的3道税关到底有多狠。首先就是进门这第一道关，以前大家觉得把几十亿的股权或者房产装进信托，所有权没有实质变化，不会产生纳税义务。现在不行了，新规明确规定，只要你把财产装进离岸信托，就视同为财产转让。这就意味着资产装进去的那一刻，就要按市场价减去你的计税原值，对增值的部分直接征收 20% 的个人所得税。比如某位大佬如果在香港设离岸信托，要把数亿美金的资产装进去，光这一下的设立环节，巨额的税款就直接落地了。不仅刚放进去要收税，资产在里面存放的期间同样躲不了。这就平滑过渡到了最颠覆认知的第2道关，持有税。过去钱在信托里利滚利，只要不分到个人口袋，税务局确实不管。现在新规实施了穿透式监管，只要信托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国税务居民，那么信托里面当年产生的股息、红利、增值收益，不管分没分给你，每年都要按 20% 的税率申报交税。而且这里有个极其扎心的细节，信托每年的管理费、律师费、顾问费等高昂的运营成本一律不能用来抵税，等于花了几百万请老外帮你管钱，赚了钱还得按全额收益交税，1分钱折扣都不打。按照7月发布的最新要求，纳税人必须在次年3月到6月期间主动向境内主管税务机关申报上一年度的收益税款。等到信托最后清算或者真的要从中拿收益的时候，还要面临最后一道出门税。这个时候全部财产的增值部分还要再按 20% 交一次税。从刚进门到持有再到最后的退出，这套连招打下来，可以说把离岸信托从避税保险箱变成了完全透明的税收虚体。这跟当年美国搞的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极其相似。美国人当时也是满世界追着双重征税，让瑞士银行直接交出客户名单。咱们这次的征税逻辑已经完全和国际最严标准接轨了。说到这儿，肯定有朋友要纳闷了，钱都藏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了，隔着10万8千里，国内税务局到底是怎么查出这笔账的？这就得提到一个砸碎信息差的关键大招了，全球大数据与信息交换。其实咱们国家早在2018年9月就已经正式启动了 CRS， 也就是共同申报准则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只不过前几年咱们国内的征管配套措施和数据处理能力还在一个磨合期，很多人就存了侥幸心理，觉得这事儿好像雷声大雨点小。但我特意去查了这2年，特别是截止到咱们现在2026年7月份的最新动向，发现情况早就彻底变天了。随着咱们金税4期的全面上线，税务、海关、人民银行、外汇局等多个核心部门的数据底座算是彻底打通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要你在海外开账户，里头的每一笔流水在咱们税务大数据的监测中枢里全都会留下清晰的数据脚印，一览无余，根本藏不住。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就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3月份前后，国内多地的税务机关其实就已经开始按图索骥了。人家就是直接拿着 CRS 交换回来的数据，挨个约谈那些离岸信托的持有人，把明细往桌上一放，要求他们老老实实申报投资收益，并且补缴税款。你们可能体会不到全球现在的信息交换网有多恐怖。我给大家抛个2026年的最新实况。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全球现在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 CRS 信息互换，每年自动交换的金融账户信息都是数以亿计的。不管是过去标榜绝对保密的瑞士，还是阿联酋，现在都在老老实实交数据。不仅如此，从今年开始，连以往被富人用来隐身避险的加密货币等数字资产，也被全面纳入了升级版的全球报告框架里。以前高净值人群面对税务核查最得意的2套组合拳，一个叫套马甲，一个叫找代持。比如在离岸信托下面再套上7、8层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壳公司，把架构搞得像个迷宫一样，或者干脆把控制权转让给7大姑8大姨，让这些没有任何税务风险的亲戚来代持。但这次咱们的新规直接亮出了一把快刀，主打一个实质重于形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外表包装的再花里胡哨，只要这个资产隔离的架构实质上还在，并且信托的最终遥控器还在你手里，不好意思，税务机关会直接向上穿透，撕掉所有伪装，全盘认定为离岸信托来征税。你找亲戚代持完全没用，照样穿透到底。那这个时候肯定有懂行的朋友要抖机灵了，那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花点钱去办个小国护照，或者直接把国籍迁走，变成非税务居民，这总管不着我了吧？大错特错。
新规第6条这次直接祭出了一个大杀器，离境清税，但是你们利麦飞车的架构实质上还在，并且信托的最终遥控器还在你手里。不好意思，税务机关会直接向上穿透，撕掉所有伪装，全盘认定为离岸信托来征税。咱们这次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在信托存续期间变更了国籍，转换身份的当天，不管你有没有套现，信托财产直接就地视同清算，你得按照当天的市场价减去原值，把那 20% 的个税算得清清楚楚，交得明明白白，然后才能走人。更有意思的是新规里的一个补刀条款，如果你拿了国外的永居权或者护照，但你的生意、你的核心资产还在国内，税务局依然会把你判定为有住所的居民个人，这意味着你的离岸信托照样得按全额交税。这条规则等于直接超越了传统的国籍判定，死死捏住了那些想靠买身份来规避责任的人的七寸。不过咱们客观来讲，政策在落地的时候并没有一刀切。咱们来算笔账，对于2023年到2025年期间已经设立的存续信托，官方其实非常人性化的给留了90天的宽限期。在这90天内，如果你主动去备案，如实申报补缴，不仅不收你滞纳金，要是资金周转压力大，甚至还可以申请分5年去慢慢缴。但如果你心存侥幸，觉得能蒙混过关，那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一旦逾期，不仅要加收高额滞纳金，还可能面临翻倍的严厉罚款。至于说2026年以后新设的信托，那就更别指望了，没有任何宽限期，必须从头到尾照章纳税。聊到这里，咱们来总结一下，离岸信托这个行业是不是就此彻底凉透了？我个人的看法是，想要借着离岸信托避税的这条通道，这次确实是被焊得死死的了。据业内最新的预测，就这波大面积的税务清查，涉及要补缴的历史税款规模，保守估计都可能高达数百亿的级别。但是大家要明白，信托本身并没有消亡，它的核心功能，比如帮高净值人群做真正的风险隔离，防止婚姻变故导致财产流失，实现跨代际的财富传承，这些法律赋予它的价值依然是非常坚挺的。只不过以后你想做这些事儿，就得承担起更高昂的合规成本和税务成本。这就好像咱们看新加坡这几年的变化，早些年新加坡拼命吸引各路资金去设家族办公室，但你们看看现在的实际情况，到了咱们2026年，这些家办的门槛早就水涨船高，背景审查越来越严苛，但凡想搞洗钱或者带有违规色彩的资金，根本连大门都进不去。不管美国、欧洲还是亚洲，全世界都在释放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财富可以流动，但必须在阳光底下流动。所以不管是身价100亿的大老板，还是每天打卡上班的普通人，都得看透一个道理，靠着信息差和制度漏洞去套利的时代正在加速结束。未来咱们不管是在做家庭资产配置，还是在规划个人的职场发展，咱们更要顺应大势。什么是大势？合规、透明，承担起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其把心思花在怎么钻空子、怎么找偏门上，不如把精力踏踏实实的放在怎么提升自己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上。好了，今天的深度分析就聊到这儿。如果觉得本期有启发的话，希望大家送我个点赞关注。